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的赛事。这个礼拜我们在苗栗巨蛋体育馆，现在这样女子组的比赛要进行的是由伊利营造对上新北中鲜的比赛。目前在女子组4队的排名台北金华4胜1败，暂时排名第一；新北中鲜3胜0败，再来高雄台电1胜2败。伊利营造在昨天输球之后，目前是一个开季5连败的状况。那今天这场比赛是由我陈瑶琪以及杨梦华来为您做转播。梦华你好，齐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不好意思，有点小感冒，喉咙有一点沙哑。那梦华也辛苦了，今天一连第3场的比赛了。没错。对，那再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新北中鲜对上伊利营造的比赛，等于是连续3场比赛都是他们的对战组合。对，没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都看这些年轻妹妹的表现，她们很棒。就是像我刚刚有跟齐哥说的，他们虽然有时候会有比较比分比较大的输球，但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一场不会放弃，他们还会想要在那一场再去拉起他们自己的自信，然后去跟学姐们拼斗。我觉得这是今年伊利营造比较跟以前的爱30啊这些妹妹的队伍比起来比较特别、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希望说今年的是非常看好他们的表现哦。对，确实其实培训队一直都有一队的组成在打比赛，在打联赛。那今年尤其在 U17，我们之前看到世锦赛的小妹妹们，真的拿下了国内非常好的成绩，拿下第4名。是这已经超越他们的学姐在过去在国际赛里面的名次，所以就是我。对，他们的视野不一样了啦。对，之前我们最好成绩是第5，就确实是还没有人打破，就是他们的出现直接打破我们的记录。对，很棒，很棒，真的很棒。对，在昨天和美金教练也聊到啦，就是说，在过去我们国家队女生队大概最好就是第5名，对，这样子的成绩。对对对，就是你们共同参与过。就现在看到这些年轻的妹妹们，17岁以下的年轻选手们打出了更好的成绩。而事实上，他们连续三度来对上新北中鲜，状况内容都不一样。在上个礼拜是直落3输球，昨天则是打满了5局打满5局，而且中间拿下2局的比赛，给学姐们带来蛮大的压力啊。对，我在相信，其实他们在表现当中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就是会有突破能力的人都会站出来，每一场的突破能力的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就会知道他其实这个队里的潜能是有多大的那我相信其实不只是中鲜其实我们高雄台电目前都还没有跟他们交手过，其实我都还觉得就是对这一场他们如果有交战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有精彩度的对。9号张庭伟。今年其实，在各队的阵容上都有比较大的调整，没错，包括台电，对，然后包括这些年轻的球队其实我相信那个张力都会更好，对，更刺激，更接近，没错。郭明香小姐，教练庄哲瑞先生，接着是右手边的新北中鲜队，2号张黎文，11号张一启，16号张任宇，19号陈庭汝。21号叶瑜文，99号蒂尔，以及29号自由球员林其荣，执行教练张恩崇先生，教练简佳慧小姐，领队楚文琪小姐，不好意思，以及管理周文婷小姐。好，两队的球员都介绍完，的比赛待会就要来开始其实现在女子组在个人得分的部分，得分排行榜第1名的就是伊利营造的陈品宇。是，我在前面的几场比赛累计拿了81分，那一样81分的还有台北金华的刘美金，另外再来刘双玲是78分。那前几名其实伊利营造蛮多的第1名的陈品宇，第5名的陈毅，还有第6名的简玉文，然后都在排行榜上占前面的。那这边看到伊利营造的先发球员张庭伟、邱凡琪、文轩、吴子华、陈毅、卢嘉文、林喜以及李俊妮。再来看的是新北中鲜这边，陈庭汝、张一启、叶宇文、张李文、Darren、Jarvis Bourne， 那林启荣是自由球员，还有陈彦珍。对，其实说来，现在天色也渐渐暗了，整个在
体育馆的光线是跟白天是有所差别的。其实就天气也变冷了，那老师吉哥你这边感冒也要小心，注意一下身体。对，谢谢梦华的关心。是。就来到苗栗巨南体育馆啊，在昨天和球员教练在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灯光，它的光源是顶灯，而且在正中间，所以比较高一点的球，不管是举球员、攻击手，在找球的时候，有时候对到那个光哦，球就会不被吃掉。对，因为其实这个场馆，整个天花板看起来其实是会采一些自然光，加上这个天上的，就是头顶上的这些灯光来去打球，其实说实在真的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如果以昨天来讲，在黎文哦就说。今天已经打了，昨天已经打1天了，今天就不应该还有这个适应上的问题。那如果是比较早的比赛，天还亮的时候，旁边的那个天花板其实整个是白的，是。但是到黑了之后，天色暗了之后，就剩下中间有照明的部分会特别亮，特别刺眼。其实就连我自己从第一场播到现在，我都觉得其实看起来就不太一样，因为现在真的确实比较暗一些。对。新北中心在开局哦有一个3比0的表现，是。好，目前新北中心继续来发球，张一琪。哇哦！接到了，但是没有到位，然后这边默契上出了问题。对。开局4比0。吴志华在今天先发，一开始就上场。靠着这个直线球是拿下了1-0到今天的第1分。邱凡琪的发球，好球，在中间这边的快攻。5比1。他跑下来发球，吊球有1-0到了chance。在整个像1-0到这边，我觉得他们在注意的部分，需要注意的部分应该是在一些细节吧。就像这颗球，chance说不定是可以再接得再更到位一些，再来去做一个进攻搭配，应该会比较来得顺哦。因为刚刚举起来感觉是八股偏短了一些些，陈毅这个球被拦回来，还有再给陈毅。修正球放短哦，拿下了这1分，2比6。对，陈毅在攻击确实很有自己的手法哦，不管是强击，不管是拦网突破，甚至这样小球，他都是很有想法的去处理这个球哦。文轩的发球，下手来举2号位。还有，可惜了。对，稍微有点可惜哦，因为其实球还没有落地的这个状态，应该是大家都要很积极的去为每一个球去做卡把哦。因为很明显的就是有人接起来了，但是其他人是站着，太早放弃了。对，太早就是看球落地哦。如果大家稍微积极的看有没有办法再把这个球卡把过去，这比较重要。张立文的发球。快攻，好球。嘉文在打快攻这个路线哦，
其实先撇开他的，或许他的磅数什么可能还不像姐姐们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他的优势是他的出手很快，以及他的高点又有的话，确实是会造成姐姐们的一些威胁哦。哇，好球还有强势蹦，背飞，蛮灵活的。快攻，陈毅左手被拦回来，还有再一次，再一个背飞，好球。嘉文的进攻也是路线很多。可能已经比赛来到第3场了哦，我觉得大家感觉动起来，哎，我不知道，因为我昨天其实看他们机动性蛮高的，今天看起来稍微很像比较卡，没有那么顺。对。接得漂亮，好球，这种失误太多了，哎，也没有啦，才刚开始，不是太多，对，应该是说他们有很好的一些防守拦网，甚至攻击什么观念都很好，但是就是差在于这些比较细微的这种失误哦。对于不到17岁，所谓 U17哦这样的团队来讲，哎，其实现在开始磨，可以期待说2年、3年后，他们到了真的成年队、国家队，他们的表现哦。当然。有勾起来，一起直线。反倒是新北中线这一边，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哦，很多都是让陈毅打了一个 touch out， 所以他们今天的拦网就更加注意。这个球还是给陈毅，不过打长了一点点。Darling 的发球，10比4，双方还有6分的差距。张黎文。哇，再是一个背飞，不过对方等在那里。对，前面用过几次了，嘉文现在被盯上了。是。如果没有声音，你要打什么球？这一波新北中线连拿4分呢，结果你是最没有的，加油啊！那其实从昨天比赛到今天，一定照蛮强调就是玉文、陈毅，没错，这2个攻击手在昨天是有比较多的发挥啊。对。不过也是要值得赞赏的是，其实他们的接球跟攻防连结其实是很棒的哦。对，11比4，现在双方7分的差距。轮到在新北中线的背飞。现在12比4，8分的差距。在10招这边做了举球员的调整，攻击手也换上简玉文。后排，张一起，好球，中间的补位哦，卢家宏很快的把球压下来。是。追了1分，现在5比12。
一起是一个空档，不过打斜线哦，太斜打出界。其实感觉得出来，两队目前对球的掌握性其实没有到太好哦。对，其实，在上一场其实也有这种的状况。对，后排漂亮。黎文昨天一开始也比较客气啊，后面有点就打开了，就用力没有，黎文昨天失误太多，我看我学妹可以讲，她失误太多了啦。他自己后来访问的时候说的，对，一开始打的比较，后面就想用力打。对，其实可以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状况哦，不可能每一场都是好的，也不可能每一球都那么好。对，所以就是在调整嘛，今天再来嘛，对。双方6分的差距。出正球，好球！哎呀！哇！直接喷回来，但是正好在空档。对，当个自由球员要得分，我一生啊打自由真的也得没几分。这问你就对了，没错，通常是把球接起来，只有接不好的球才会跑回去。肯定是不小心的。陈庭儒的发球，哦，陈一的后排，一起太靠网。即便稍微修正的有一些靠网，但是我觉得一起应该是还可以处理这一颗球哦。对，本身高度够了。对，高度够。假如说你只要追到球啦，其实要来打这颗球，可以打个 touch out，对，都是可以得分的。这边发球的挂网，15比8。今天的1零造小妹妹们看起来就确实没有我昨天在电视上看的这么有劲哦。嗯。达瑞颖的球后面接起来，后排，一样来个后排，还有陈毅。这个球没扣到，是。比分来到16比8，相差8分。好球！啊，这失误，蛮可惜的，因为其实。在中虾已经算是也是打了非常多年的一个传统学校，其实像这样的失误，当然也是因为外援泰国的这个达林可能比较没有配合到，因为如果我是自己台湾球，可能就会知道，祁隆在后面就可能可以给他接啦，对，所以可能要多一点声音来去沟通哦。在各队有外援的情况下，场上球员之间的沟通就变成是另外的一个课题。没错，就真的必须要讲话、沟通、声音什么都要去做到最好哦。就说到这个泰国的选手，Darling 跟谁？跟那个 Jarspon， 对 Jarspon， 他们好像叫第二吧？对，啊对，对对对，就想我前国家队其实有遇到，对，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也很久没有进国家队，然后想说很久没有进国家队，想说哎有点眼熟。刚刚一问才发现，其实都有一起打过球，对。泰国队现在真的其实实力还不错，在亚洲。对对对。快攻的掩护，好球。对，整个在起跳攻击是非常的强劲，非常的有。很有霸气的想要得分哦。比数10比18，一力营造现在仍然是8分的落后。还有，对。
啊，还有啊，可惜，对，可惜，可惜。但就是这个不放弃的精神哦，真的是蛮不错的。对他们就是年轻小妹妹，我觉得多一点这样的展现，其实对整个排球圈来讲，我觉得大家都会看嘛，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么小妹妹就是有这种拼劲是很棒的。当然不是只有他们啊，是每一队都要这样子的。2级，20比10，分差来到10分。张立文的发球，好球，一样的模式啊。有快攻的掩护，陈毅打起来就还蛮能发挥的。对，毕竟他们的快攻也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中线也不敢跑掉。罚球得分。在分差来到10分之后，一力营造连追了2分回来。一力营造这边在发球确实是可以再做的彻底一点哦，稍微可以多找达令这个点，尽可能是发他的短球或者是他的长球哦，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不错的奏效。大家在盯陈毅，来2号位简玉文。一力营造原本10分的落后，现在连追3分，13比20。在新北中心这边也是做了举球员的更换。快攻虽然后面接到，但是比较靠网，最后这个球落地。对，妹妹这边的中间手在于取决于要怎么处理这颗球，也是稍微要有点经验，看是要再往下等球呢，还是要早一点把这个球拨过去。对对对，这比较经验一点。对。好，然后在新北中线这边是一个发球的出界，14比21，7分差距，陈毅下来发球。直接回来，还有，接呛死应该要接到位哦。还有哦 ，nice cut 吧。漂亮。简单来说，虽然是得分哦，但是看到内容哦，其实在几个接呛死的部分哦，还是要再多一点意识啊，把球接到位哦，才能做一个组织进攻搭配，中间手以及两边场的进攻搭配哦。直接修正这个球，张一起推过来，后排，陈毅，还有处理过去，一力的chance，好球！果然嘉文在这边的快攻出手真的是相当的快哦。在台湾比较少有这样子的选手本身高度就够了，是，然后对球的掌握度也好。这一波3分，前面也一波3分，现在一力营造是5分的落后。
暂停结束，比赛要继续来进行。一零营造的发球，陈毅。一个短球，哦，漂亮！对，这个短球有奏效哦。让一起要冲上来接，那接球没有到位，最后就得分了。哇，再一颗！发球真的很有目标哦，所以一下长一下短，确实会造成接发球者的困难哦。新北中心这边在做2个球员的替补。对，再把黎文以及廷鲁这边再把他换回球场上。现在双方只有3分的分差。哇，再1分！是。现在新北中线这边也稍微换了一下接发球的阵容哦。哇，还有。哦，可惜了。对，这个呛是至少应该是要能够做攻击搭配的哦，反倒是打了一个失误。不过有要挑战吗？对，有挑战触网。对，哦，是。刚刚球范期的攻击出界，但是现在一零营造挑战新北中线，前排有触网。可能要借由这个挑战来去跟球员讲话。小朋友很可爱，他可能想说：“咦，这是我吗？”挑战失败，但其实挑战的意义不大啦。最重要就是刚刚梦华说的，教练要跟球员讲话。对，稍微有点把节奏稍微缓一下下，就等于也是一个喊一个暂停的概念。对。双方现在差3分。哇哦！简玉文的接球失误，现在又回到4分了。对。如果他没有犹豫的话，或许可以先退到位，然后再来接。他边退边接的话，会造成这个接发球是不顺的状况。那其实后面陈毅就在正后面了。是，没错。输掉整场了，已经追到了，然后这一颗又开了。23比19，新北中线现在有4分的领先。这都是接发球的问题。对。其实，在接发球的队形来讲，像我的做法，我就会尽量让自己的队友都只要顾一边就好，不要就说让他在那边2边都会有球。可能也要看对方的发球的站位来去区分说，哎，你要接右边还是接左边？那我帮你这一边，你去注意另一边，就是这样子的沟通。我觉得在球场上打球会更顺哦。这一分拿下来，让新北中线以25比19先抢下第1局。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第一局，新北中心25比19拿下来。在攻击的部分，一零营造有11次的攻击得分，新北只有7次。
但两队比较大的差距应该在失误的部分。1-0营造靠对方失误拿下3分，但是新北中先靠着1-0营造自己的失误拿下了14分。对，确实在这个对方失误这一栏来讲哦，确实是梅梅这边的自己的失误太多哦。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先不用去管大数据的的展现，我觉得他们应该必须先把专注力放在自己队理上的表现来讲。你有内容，你才能够看这些数据，来依据这些数据来去做一个战术上的调整。但是你连自己的队里的这些战术都没有打出来哦，你再去看数据，我觉得就是很像没有那么的踏实感嘛。对，总之我觉得看太远了。对，应该是先把自己先给做好，先把整个球队的士气先打起来，再来看就是数据的表现。好，中原快攻再来，前排碰到之后，球还是落地了。对，篮网这边应该是稍微的有中洞的出现哦。其实两位的选手都是很高大的哦，所以在篮网应该是要把这个路线给包好，然后再来让后排防守会来得比较恰当。在这一局里面，马德荣直接先发。简玉文的球，好球，落在了底线界内。邱凡起的发球，哦，又是打穿哦，两个人中间。2-1，张一起的发球，陈毅转直线，但是这个球转到界外去。3-1。马德荣在中间的快攻，对，出手也是很快的哦。其实快攻本来就是要具备这种手腕的运用，以及抬手肘要先抬起来，其实才能够驱动自己的手腕去加速运用哦。陈毅轻打，哇，可惜啊，很尽力在扑这个球。对，有点可惜啊，因为其实陈毅或许是想要打一个拦网反弹的球，让自己的队友卡吧起来，再做第二波攻击哦。所以在这些的攻击手的想法，其实自己的队友都要知道哦，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卡吧，再来做一个反攻。再给陈毅。还有，连续3颗，第3球变线。对，不过连续3颗这样子的攻击，可能对陈毅来讲会来的辛苦一些哦。对，虽然是正中主要的得分主力哦，但是比赛有25分，也不可能只打25分。对，你必须其他人也是要跳出来做攻击哦。最后还是靠陈毅拿下了这1分哦。在第2局，现在双方4-4平手。
难道还有李文？ chance， 球要再送到位一点哦。哦，对，很可惜。站着打。还有，看这波搭配，换人了。还没有吹哦，还没还有有吹哦。对，哨声确实还没响哦。 李文的失误，确实哦，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哦，两边都有一点点的不顺哦，所以其实，在哨声还没有吹的情况下，就应该要对，就应该要继续把这个球完成哦。哦，这边新北中线要挑战，对，逐步犯规越中线。 刚刚来回太多颗，我想说要挑战哪一个啊？我刚刚真的很精彩啊，双方对在攻击跟防守的部分哦，绝不放弃。精彩之余有点太急了，很多球应该是可以再慢一点、稳一点。对，而不是就是哎，这球好烫哦，一直，对对对，一直很烫，然后都赶快出去，对对，应该是要有一个人是稳稳的把球给接高，再做搭配的。 所以新北中先挑战了逐步犯规。不过先不管挑战的结果啦，这是一力营造2局里面第一次领先，5比4。是。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团队表现哦。我觉得还是没有我昨天看的好。对我可能还是觉得他们可以做到哪一种程度啦？对。 好在是没有拍到吗？是可能刚刚在过程中角度的部分，对，来回哦，对。对，因为如果你要挑战在比赛当中的球，应该是当下就要按了，不能就是过了很久。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timing 都要在当下就要去按哦，所以才造成这个没有画面。 不是没有画面，是不能挑战这个过程的。对，李文的发球5比5，快攻。最后在4号位。 这边的直线拿下分数，张黎文继续发球，对，整个在手腕的运用是相当好的哦。 但是我觉得是在搭配上还是给陈毅的球太多了，因为你要知道说，其实对方拦网已经
中间手都已经直接摆明要去拦大炮了，对，所以其实，在举球员虽然说他是得分主力没有错，但是在对方拦网你也要去观察，你有发现到你的因为你举球员在这边，你应该是更能够感受到你旁边有谁吧？对，中间手跑掉，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个变相的攻击，让中间手或是把鼓的选手比较好去突破哦？接发球。哦，有，再去吊球，是。他们现在伊利现在主要的课题还是要先把球给接好哦。讲得很像很简单，但是确实，在第一波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先从接球先来调整，才能够继续做后面的工作。哦，连掉了，后排直接拨过来，还有注意到北飞，好球！现在在新北中线这边哦，其实进攻的方式蛮灵活的。对，确实，因为他们其实今天也打得蛮顺啦，也很多 chance ball 可以让他们做一个进攻搭配哦，所以他们举球员就更敢去做一些不一样的突破哦。而梦话刚刚说，先把接球做好，我想国内大概只有你可以这么说，要怎么样好好的来接球？不要这么说，我只是觉得说，当然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呐，但是这就是选手在比赛中本来就该做到的事情嘛，对。连击现在轮到伊利要发球，嘉文的发球。发球挂网，10比7。确实，他们在攻击搭配哦，其实都可以多用点快攻哦，去吸引对方的拦网，对方的中间手拦网，先把快攻多用一点，对方的中间手才会跟着快攻嘛，然后再来调出去让陈毅来打，或是让其他攻击手来打，其实会来的比较有故事性一点。对，11比8，陈庭儒下来发球。哦，发球出界了，9比11。陈平宇，玉琪的直线打进来，拿下了1分。对，像刚刚有一个斜线的防守，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成功防守。那在修正球这部分哦，还是要再更明确一点，才能够造成一个很好的攻击哦。打包。毅力营造这边的暂停，其实还是回到接发了。是，13比9，现在双方有到4分的差距。
确实在毅力营造这边接发球哦，感觉他们是可以先找到球的落点，不要把接球落点放太低接，就反而是会比较不好控制这个接发球哦。2号位的进攻拿回了1分。马德荣的发球，德荣这边的接球也是一个失误哦。对，这种球应该或许先不要，当然能够接到位是最好，因为其实像这样的算是呛死，就是在他面前而已。但是也就是尽量，也讲得很简单，就尽量不要接那么高。但就是这只是这些细腻度上的一些技术来讲，都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再改进的哦。好球，对，防守好球，再一个 bug， 修正球啊，开了一点 chance ball， 还是给快攻，嘉文推过去，这几波都有点乱哦。余文。是在刚刚的过程当中哦，其实，在伊利这边这样子接起来，但是举球员都没有到位，他反而应该是要先到位来去看接球的人，这样他才来得及啊。他反而是在3米线上看着接呛死的人，这样子在节奏上就有点不太对了哦。chance ball， 两边的chance ball都接得有点乱哦。我这边是毅力营造拦网拿下了1分。对，其实，在比赛如果要更流畅的话，其实像这样子比较必须该接到位的球就应该划分清楚，该接到位就要接到位，才能做组织进攻搭配，而不是像可能比较。不是在手上的球，在身边，不是自己身边的球，然后却也没接到位，就会变得整体都很乱。那台湾的排球可能就会更乱。没有，我提倡对，提倡大家都要有这个观念啊，而不是只有得分论。对，修正球，巴古黎文，陈毅。抢时间好，搭配一个，稍微有点可惜哦，在卡巴的站位上也没有站得很明确，因为有时候在这种来回坡，确实，因为卡巴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站位，尤其在来回坡，大家的站位一定都会跟乱掉，对，比较不一样，但是主轴不能改变，原则也不能改变，就是一定是围成一个3角形来去帮攻击手卡巴哦。这个配的有点低哦，后排长球，过去了。看这波的修正诚意啊，不是，抱歉是子华，那个看得太顺了，对，大家都绑一样头发。快攻。还有吗？还有，好球！背飞，这1分终于拿下来。其实有讲一个细节是蛮可惜的，像刚刚有一个 nice play， 就是他们有一个很棒的卡吧，但是第3颗球送过去的人不应该送快球，因为你送了一个快球给对方，更快的反击回来，就变成是对自己也来不及，还没有回到位置。对，像这样子的节奏更应该放缓，把球可能打高一点啊，等等的，来去让自己的队稍微缓和一点，这样子。好，卢嘉文的快攻。因为梦话刚刚讲的就是蛮重要的哦。
在你自己这边已经有点乱的情况下，你还很快的把它推回去，你根本来不及到位去防守下一颗。对，其实这观念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来回波，大家都很急的把这个球给推出去，为什么？因为自己太急了。对，你在比赛当中六个，你们这12个人应该是最了解整个球队的整个球赛的节奏，所以你应该更能够去掌握这一个节奏，而不是就是大家的心就跟着被带走。对，但这就必须还是要有点经验谈啊。对。好，这边发球失误，新北中线目前是8比13，5分的领先。收好球，双方的防守都不错。看这颗的修正，可以突破，可以突破。刘平宇照打，对。球过来了，还有，对，陈平宇要压过来。哇！吊球得分。对，大家在3米线前的处理哦，都显得稍微有点慌张哦。现在分差来到6分，19比13。还有，要敢打，哎呦，哦，太长了。新北这边哦，看到了空档，直接吊球得分。对，中间手的德容如果没有拦网的话，应该是要过去补小球的动作哦。20比13。哇，不知道球在哪里。对，其实他应该，当然这颗球也短了，但是好的攻击手或是会处理的球攻击手，应该是要赶紧的先追到球的底下来去做这个处理哦。21比13，分差慢慢又被拉开，有到8分。好球，再一波。快攻推过去，不急不急，枪子到位。陈平宇一起，哇，这球打太长了，对，出界。看有没有 touch 哦。中线这边有马上要挑战，对，挑战拦网触球。我刚刚陈平宇在4号位，哦，连打了3颗，都是给他，他都打斜线了。对，其实或许他可以选择，其实很想打他去out，但是这个球都是可能也不好打，因为我相信以他的能力以及他的想法，他一定会想要打他去out，不会想要一直往场内打。或许这个球是没有举到他想要打直线的位置，他就没有办法去突破。看起来是没有的，对。李领照追了1分，14比21，还是有7分的落后。对，再把艺文以及奕晨、陈毅小妹妹换上场。
还有，哇，第一波大家都顿住了。对，这也是一个互相卡吧，因为其实举球员已经往上跑了，陈毅已经往上跑了，那或许在旁边的艺文哦，就可以很顺势的去帮忙卡把后面的球哦。22比14，又回到8分的差距。这个球在2号位，但是打的赢赛，对，主播判了一个 save， 伊利得分，15比22。在拦网的 timing 哦，稍微应该是太早了一点。对，球下来的时候打在手上，往外弹很远。看一下，跳得太早之余，是稍微有点用飞的过去拦这颗球哦。奇伦好球。哇，碰到了。对，碰到王子了。太明显了。对。下来整个勾到24比15，现在来到新北中线在第2局的局点，有9个局点。这个球攻击出界，让新北中线再以25比15拿下第2局。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回到比赛的现场，新北中现在第2局再以25比15拿下来。那在这一局的数据部分，新北中先攻击拿下16分，那比起1-0赢到了9分，多了7分。那另外在拦网的部分，新北中先有3个拦网得分，那这是两队比较大的差距的部分。对，整体来讲，在失误的部分虽然有减少，不过你的攻击火力如果没有出来的话，还是会造成比数上的落差哦。对，不过一步一步来吧，还是要先把接球这个事情先给做好哦。其实刚刚也问了梦话，就是自由球员就是接球最稳的一个，在场上在队上。是，那到底是怎么练的？那其实回到最基本，脚步移动。对，这是你正面赢球，你尽量去做到最好的一个接球的位置。对，每个人都有最佳的接球位置，那你自己当然也要知道。当然，你不是只有自己最佳位置接到球，你的身体的等于说你身体的360度，360嘛，你要整个是手的周围你都要能够把球能够送到位的球感也要去培养成哦。哇，这边是发在一个距离其中比较远的位置哦。对。李文的修正球没有掌握到哦。2比0。而且他也左手要来打这个4号位的修正球，确实是比较有难度一点。定位。继续发球，其实他的发球有点像陈毅，那当然球的威力不一样，但你很特意的你要去打你要发的位置哦。是。轮到新北中先张一起的发球，好球，接得漂亮。还有李文，哇！对，在梅梅这边的拦网哦，都跟着黎文一起跳哦，稍微跳得太早了一点。那也不得不说，像祁隆刚刚的定位其实站得也很好，那他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国际赛比赛哦，所以他其实根本就不怕大球。所以如果前排的拦网有做得很确实，流动给祁隆手，我相信这种比较大力的球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Barry， 解瑜文。哇，漂亮！对，整个判断的球的落点都很好。哇，直接弹回来了，再一波。郑毅非常的聪明，非常灵活，这边用吊球。对。陈毅的发球，宝宝，我直接砍下来，4比2。
在接发的部分哦，确实还是可以继续的找Darling哦。后排。这球接触界外，对，稍微可惜了一点。就在第3局，整个101造的攻势哦，变化多很多。是，这也代表了其实接发球或是接球整体来讲，是这个开局是好的哦。巴古。现在中线要挑战了是拦网、触网，对。刚刚在一个来回波，球过了之后，对网子有点很大的晃动哦。对，确实在手臂的部分触网。对，如果在比赛当中想要挑战这种像触网的，就必须要在当下赶快按铃哦。如果你过了这个时机，你要再按铃的话，是挑战是无效的。拒绝，对，就像刚刚的前一局是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吕文的发球，好球，好球，对。其实，在昨天在看妹妹他们比赛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哦，举球员在举快攻的时候是很敢用人的哦。对，虽然说这颗球是有一点点的不到位，但是他如果敢举的话，快攻也有照打，对，其实都可以造成有很好的效果哦。张黎文5比5，哇！接球，还是要接球。比起前几场看他们的表现，今天确实在接球上比较稍微不稳定一些哦。新北中线到目前4场比赛对手都是101造，转直线，这个球出界。101造简玉文的发球。是一个没有沟通好的一个 S 球。修正也太急了，比较开了哦。对，一起这边的失误哦。8比6，101造目前领先2分。对，在这个前半段哦，新北中线确实有出现了一些失误哦。这边第一时间判是界内，但现在新北中线要挑战。对，是看界内界外。新北中线申请挑战项目界外球。对，其实
应该是我们先撇开这颗球是界内还是界外啦，应该是要有一个人是可以跟到底线的，对，再来去做界内界外这个判断啦。9比6，一零造有了今天领先最大的幅度3分。左手拨过去，现在后排。 也是打后排，但打没有掌握好，没有扣下来10比6，中线这边喊暂停4分的差距，现在新北中线必须要把对方的节奏缓下来。一零营造从5比6的落后。 到现在10比6领先，对，确实是这一波的新北中线在接发球上是出现了一个小乱流哦，接发球没有到位，然后现在的一起攻击也失误，所以变成现在是6比10的一个落后。 简玉文继续要发球 ，Darin 这个球打进去了。对，其实伊利这边的自由球员，我觉得他可以再大胆一点。其实他有发现到这颗球或许会往长线这边走，打。 那其实他也有动作要往长线走，我觉得他可以再大胆一点，把动作做完，然后去做一个救球，说不定是有效的。接发的失误，新北中线再追1分，8比10。这一波就要非常注意了，因为有时候像这个时候的一个失误，就会连带造成的整个气流都不顺哦。 有一个接发球的站位以及区分，谁要接，很像是要出了一点状况哦。哇，连4颗。 对，就都没有人是跟球的状况哦。好，先不讲说这颗球到底是谁，但是都没有人去跟球的这个动作，你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太容易的这颗球就失分了。10比10，从4分领先到平手，终于等到对方发球的出界。 这时候伊利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现在球队的状况，因为刚刚其实有蛮多都是自己的失误哦。陈品宇的发球，哇，中间手没有注意到，直接掉球了。球员是前排的。11比11。 快攻！哇！打在一起的手上，直接被拉回来。没错，一起也是一位非常高大的选手哦。所以面对像嘉文这样出手快的快攻手，确实一定要先比他早，还要也是不是比他早，应该不像是一般的正规篮快攻的方式，也是要早一点起跳，手伸过去，不用跳太高，手伸过去去做一个拦网哦。 球偏短喽，最后用推的推到界外，对，失误了。现在1-0造喊出暂停，整个一波乱流哦，
从接发一直到现在场上都很不顺。对，感觉有点像是两队的状况互换。那边呢？所以人家发一个像 sport 接一个好球，所以你就是跟他一样，让他做他们想要拦的东西，是吗？陈毅现在是场上得分最高的球员，20分。不可以这样子的，要用点头脑啊！人家做一个陷阱给你，结果你投入人家的陷阱，要反向思考了，才能再得分啊。对，在苏娜教练确实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由球员哦。那在当教练的这个职位来讲，他也是非常的有心机嘛。对，其实这些的教学都是非常好的哦，然后会让你在球场上不时的都去想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李文轻轻的拨过去，现在比数来到14比11，新北中先领先。对，刚刚我心里还在默想说，陈颖第一颗这颗也打太顺手了吧？第二颗就确实做了一个拦网的突破哦。12比14，轮到鲁嘉文的发球。张一奇。一起也是这样打点拉高了，没有做一个太强劲的攻击，但他把打点拉高，打点的位置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落点哦。15比12，新北中先目前领先3分。北飞被拦到，还有。后排，再拦回来。好球！是这个出手是非常干净利落的哦。那或许是在阿宝这边拦网哦，是有飞的一个状况哦，才会这个球的落点才会在这个位置哦。13比15。一零造再追1分，将陈玉下来发球。陈玉在队上算是年纪比较大的球员了，年纪比较大，比起其他17岁、16岁要大一点，18岁是吗？对。换上张轩来发球以及防守，是16比13。吊球得分。其实中线这边的奇隆防守非常好哦，所以我在想，在伊利这边突破可以多找1号位这边的防守者来去做突破哦，应该会来的比较，再有成功率应该再高一些。当然，也不是说打直线，举球员也要举得够长，你才能够打直线突破哦。靠网，不急，太急了，靠网。还有，好球！对，在一个网上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吊球。慢慢又追回来，15比16。现在只落后1分，陈毅的发球。
这有根的啦。对对对，就会比较明确啦，对。哦，至少要这样子哦，不是说，哎，我觉得会出界，我就不理他哦。对对对，其实旁边的选手其实会看得比较清楚的话，就要帮忙跟一下。于文的发球，17比15。抢球，跑步，哇！应该是有 touch 到，打到这个弱点也是真的很斜，都够高了，真的够高。郑于文也有182公分。Dari 被拦回来。再一波，换2号位，没有掌握到球，对，自己的攻击失误，现在让伊犁营造追上来，双方17比17。现在就非常考验着失误这个部分哦，两队的怎么去降低啊？对对对，谁的失误少，谁就会拿下本场的胜利哦。攻击啊，这刚刚讲完18比17。好，这边要挑战一下，有触网，拦网有没有触网？对，没有触网。18比17，中线有1分的领先。Darin 有，对，双方的防守都很紧密哦。好了，过来了，中线快攻，拿了一个背飞，对，靠着一个蒂尔在中间平快球的一个 C 快得分。19比17，张立文继续发球。哇！啊，都是失误。对对，17比17，我就特别说了，这时候的失误是非常重要的哦，不是失误重要，这时候的要注意不要失误。对对。谁能够降低失误哦，赢球的几率就会高哦。没错。20比17，中线现在领先3分。后排，这个球也打长了。对，也是失误。对，攻击的失误，21比17。伊犁这边喊出暂停。根本不要多下，一看就球到二下，跟伟伟一样啊。做给他的球每颗都3角球，你外好怕，还无法多啦，靠运气在打球，得分算运气，有速度算运气。每个学姐、每个球队，大家都经验都很足了啦。看了1、2场比赛，他在伊犁营造这边哦，接连的你还是尽量给他有一个节奏，他看到接发，对，都出现失误，没错。没事，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不好，他们也不是没有能力，但是就是差在这种比较紧要关头的时候，能不能够沉住那股气，
然后慢慢的先接一颗，然后再做一个组织进攻的搭配，这就是又讲得很简单，但是就是都必须要去突破的一个过程啊。对。刘文的后排，这球弹网过之后，再拿1分。22比17。chance ball。后排陈奕清打，张丽文修正球，拦网击剑，追1分，18比22。对，其实这时候都不能有放弃的心，然后也并且要保持的就是努力的去追啦。对，因为有时候其实。人嘛，我觉得有时候到后半了，其实有一个4分差，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没机会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机会，这个过程都是属于自己的。假如说你真的拼过了，那这个过程就是你的，你会觉得说自己有这个能耐。但如果你先放弃的话，就会觉得说，对你什么都没有了。对。那当然当中，这并不是说，要去追就能追，是要看这个球队上谁能够跳出来去喊说。还有机会，甚至是鼓励大家。对，这个角色要有这种人，这种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球攻击出界，没错，在17比17过后哦，毅力这边确实有非常多的都是个人失误哦，所以造成现在比数是来到24比18。那这边也是在毅力这边有提出了挑战。哦，跑！比数现在来到24比18。快攻，好球！第2的快攻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分，比数来到3比0，恭喜中心拿下本场比赛胜利。25比19，15-18直落3。那等于最近的连续几场比赛，新北中线都击败了毅力营造，拿下胜利。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这场比赛，新北中线是以直落3打败了毅力营造。那在数据的部分，攻击部分，新北中线36次的攻击得分，比毅力营造多了7分。那另外在失误的部分，真的毅力营造有点输给自己的感觉。对，没错，整体来讲就是其实毅力营造今天感觉起来，因为其实我也是算是第一次现场看他们比赛。那其实之余的其他场比赛，我都是在电视上，觉得今天稍微真的是失误比较偏多一点点，然后在整个连结方面呢，也没有前几场的来得这么好，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今天的这样子的比赛，这种感觉其实要汲取这个教训，你们要告诉自己说，你们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那你们在下一场的比赛该怎么调整，这就是他们自己很大课题哦。包括其实他们现在在场上教练其实也都很看重他们今天的表现，所以今天他们还在做一点演练啊。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好的，可以赶紧让他们在这个刚比完赛记忆非常就是很深的状况下，然后来去跟他们做这个讲解，我觉得是做这个调整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啊。对，那今天也真的是非常辛苦奇哥了，就是声音上真的是，因为他也是有点感冒啦，对，
那身体都很好，只是有点感冒，然后有点喉咙就是沙哑状况。对，就所以我们今天的访问也是稍微先调整对做一点调整，所以也跟各位观众稍微说声抱歉。对，那大家应该其实也蛮期待就是赛后访问的。那我们今天比较特殊，对，我们还是要让我们主播奇哥好好休息。对，那在新美中线这个礼拜拿下了2连胜，不过在整个1-0营造的部分，则是已经吞下了5连败，在下个礼拜苗栗巨蛋体育馆继续有连续2天的比赛，那1-0营造继续要出战在女子组要对上台北精华，男子组的部分台北康体、彰化三大有限，还有桃园台湾产险要对上屏东台电。那这是下周6日在苗栗巨蛋体育馆的比赛，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那今天转播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不好意思，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你很辛苦。我们下次见，拜拜。奇哥保重，谢谢大家，拜拜。